大家好，今天是11月11号，比特币价格现在是上来了。那我昨天给大家预测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位置，不排除有可能就是在15000到16000附近。不然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一根 K 线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多底，参考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比如说疫情的低点，后面它是怎么走的？如果还有资金的朋友，我希望你也要站在买方，压回来再去买。因为黑天鹅事件，我个人也是过来人啊。我记得是在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春节过后，当天输了几十万，几个老板是当天输了几千万，方向还是未来往上去看的。因为历史已经是过来人啊，只要有黑天鹅事件，而且是出在这种低档的位置，不排除大牛市就是近在咫尺啊，有可能这个位置上去，现在是破底方，感觉是非常的明显啊，而且它这一根多方抵抗比疫情当时的一个多方抵抗是更强烈哦。那不然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个上影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短期这个位置是有一点压力，至于要怎么来判断，4个小时等一下来跟大家聊，以及昨天晚上美国的 CPI， 现在是给黑天鹅打了一剂强行针，很多人不是在担心 CPI， 那现在 CPI 是下来了，而且美元的利率是在高位 4%， 不排除是2月份再加一次息，美联储可能就不加息了，一直停个一段时间。美元指数现在是有一个下降的通道，而且是在114最高的一个顶部位置，就是在114，它上不去了，就是那一条倾斜的压力线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和 Bybit 不用认证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国的 CPI， 其实是已经继续掉头啊，预测值是在8，那现在的一个现值是在 7.7， 无非就是给市场打了一剂强行针，包括美股也是大涨，比特币现在也是大涨，整个市场全部在一个上涨的氛围里面。那这种行情其实低点的话，长线也是讲了几天，它的周线啊是有背离啊，很多人是讲技术分析没用，当然有时候确实在恐慌下杀的时候确实是没用啊，但是尽量还是可以参考，特别是长线这一块，有时候准确率还是相对比较高。你可以看一下它破低点嘛，指标不是不破低嘛，这个 MACD 也没破低，已经讲了2天，长线的投资者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也是很多朋友讲慢慢的买，慢慢的买都可以，有资金就买，方向尽量往上去看。现在是18000是很关键啊，但是我感觉也不重要，因为这一根大跌的 K 线能收出这么强的一根抵抗的 K 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量能啊，特别是用这一个美元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这个量是更大啊，既然是在这么低档的位置能杀出这么大的一个量，而且是直接包掉了一半都给包掉，那这种量就是输家的量在这种低档的位置在卖，卖完以后它就上来，输家的量卖在这个位置，既然有输家的量，我的观点是，反正你方向给我往上去看嘛，如果是能回到18000，有可能后续慢慢走，至于要怎么走，等下来跟大家聊。因为其实这一根我们还是要去参考疫情的当时一个低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位置啊，讲了几天嘛，这一根是大跌了40%左右，第二坑遇到多底，而且它多底是没有收在这一半，所以这一次的多底是连这种一半都给收掉。那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再一次压回的2次确认？有哦，所以你如果还有资金的朋友，我是希望你也要站在买方，看还有没有这种买点。你过个1-2个月去观察，它如果像这样子走，如果是能全部上来了以后，那有可能就是一大波行情。牛市是怎么上来的？就是这样子。当然，它上去以后还会像这种横盘。长时间的横盘，或者是像这种长时间的横盘，但是最终，整个市场方向还是往上去看啊。所以，既然这个位置有多底，我的观点是尽量观察一下嘛，它还有没有2次回踩的确认？因为这个上影线短期是有一点压力哦。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的均线，这边是走了一个4个小时的正 N 型啊，已经有一个短期的趋势。只是短线上面是有一点压力，就这一个上影线为什么连续2根上影线20 MA 4个小时里面是有一点压力，主要也是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中段整理区，因为当时黑天鹅事件 FTX 爆发财务危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破下去嘛，破下去一直在这边震荡有可能主力是感觉我可以再洗一波，然后它这样子再拉上来，拉到这个位置能回到这种
区间，也是说明这边是已经只是走了一个破底翻，都已经，当然收盘价还没有翻上去啊，只是上影线能翻到这种位置，也是说明下面都是陷阱啊。你可以看一下这种量就是非常的大，所以输家的量已经是卖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的这一个成本的压力位啊，这边成交量密集的区间就是在前面18400美金附近，这边是有一个中段整理区，所以短期的这个上影线其实就是因为遇到这边整理区间的密集成交区18400美金附近是有一个压力区，就类似4个小时里面的那一个20MA 的一个均线啊。那短期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有可能在这边需要一定的震荡啊。那另外整个大长线的成本，其实现在主力的成本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它基本上还是在2万附近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是能缓步的上去，先过了18000，然后再这样子横盘一段时间，能不能过了这个2万，我跟大家讲有可能牛市行情就是要慢慢接近了。那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个高丝线今天也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几个高丝线它从高位开始走红的时候，比如说18年7月份，当时这个高丝线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走红，那你连一个时间到这个低点，18年比特币底部最低点的位置是在接近3000多附近嘛，它在这个位置高丝线是接近底部的区间是145天，所以现在的这个高丝线这一次是从3月份到现在11月份，是不是最低点？如果是最低点，我感觉是已经超过了前面这个145天。那有没有更多的一个时间啊？时间到底够不够？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超过300天？但是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不会再破底了。比特币短期已经是多底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取这2个的一个中间值，一个是145，一个是310，你加起来去除以2，也是接近200左右吧。所以我的观点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14年10月份这个高丝线开始走红，到这一个最低点是在15年的8月份，它是整个区间都是接近300天左右啊，所以不排除比特币的这个时间我感觉应该也是够了。那至于它什么时候会泛绿啊？你等到它泛绿的时候，有可能价格都已经上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啊，价格已经上来了，或者是高丝线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泛绿啊，14年15年的这一个底部起来的时候，这边泛绿，价格已经上来了，就是区间差了可能有多少？160到500啊，所以现在我感觉是时间也是很接近啊，有可能大涨，目前可能还是缓步的，就是慢慢往上推升嘛。那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其实前一段时间在这2根出来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不排除它现在是已经开始在走一个下降的通道，高点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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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点走低，低点走低，低点走低。而且我前面很早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会猜的有一点神奇啊，就这个114的高点已经是讲了一段时间嘛。05年美元指数当时的这个低点，06年的这个低点，你连一条倾斜的压力线过去，它有几次美元指数大涨的高点基本上是遇到这一条倾斜的压力线。08年09年的这2个高点也是压力，就这条黄色的，然后15年3月份的这个高点，或者是17年1月份的这个高点连起来一条线，这一次是在114，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条，当然未来它会不会再上去，我的观点是现在既然有一个下降的通道，你不用去管，而且是包括美债的收益率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昨天也是大崩盘啊，主要还是那一个美国 CPI 现在已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了，以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美股啊，纳斯达克昨天晚上直接是大涨了 7%， 而且这边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跳空缺口，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突破缺口。那另外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历史上个人当时疫情黑天鹅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春节休市开市以后当天是输了几十万，有几个老板是输了几千万啊，但是也全部都是利润啊，因为都已经赚了1年啊，从18年开始19年赚了1整年的时间，在这个位置突然来了一个利润回撤啊，
不过是一直也是选择爆，包括后面上去的时候是有卖了一部分，后面下来，但是资金也并不多，后面是再买啊，买的是什么？买的这一个美股的 ETF， 因为当时看到美股这样子崩盘，历史上它基本上都是直接位的，所以不是买在最低点，就这种位置买，在这种位置就卖掉了，我记得是很清楚啊，因为可能是当时也是赚了，还可以卖掉，卖掉以后它最终是继续上，所以我是一直跟大家讲，我们尽量抱大长线啊，如果是像这种位置卖掉，再去看，后悔死掉啊，所以也是跟大家讲，比特币有可能这整个区间，它未来上去的话，我不知道会涨多少倍啊。先抱在手上再说，后续高点有贪婪的位置，或者是有一些败相的位置，我们到时候看要不要再卖掉这个比特币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